为什么中国人最没有资格去骂美国的种族歧视？为什么在美国都能慢慢克服的偏见，中国人自己却还困在地域成见的牢笼里？更可笑的是，哪怕在台湾，一个外国人讲英文都能被当成贵族对待。博洋在这一章狠狠戳穿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歧视链与养怒气。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本书，一起来看中美做法的不同。中国讳疾忌医，拼命掩盖；美国暴露问题，自我调整，然后培养自己拥有健康强壮的大国民心态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种族歧视，世界上黑白之间的种族歧视本属一种血海深仇，都已在人权大义和开阔的心胸之下被理性克服，而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却仍降在情绪的地域观念里，煞有介事，斤斤计较，只好越想越自叹命薄如纸。中国人根本没资格抨击美国白人种族歧视。目前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应该是世界上种族歧视最轻微的国家之一，环顾环宇，强国弱国，20个巴掌都数不完，恐怕也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还肯继续接纳中国人。假使没有美国，那些想出国移民想得如醉如痴的中国同胞还有啥地方可以投奔？这可不是说美国白人真的表里如一地没有种族歧视，更不是说对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，而只是说中国人不但有比种族歧视还要低层面的地域歧视。任何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中，地域观念都日趋泯灭，代之以政党利益。你听说过弗吉尼亚人排斥阿里桑那人，又听说过九州岛人排斥四国岛人。而且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比起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恐怕更变本加厉。炎黄子孙加大汉天威，非我族类加其心必异，别人活命的机会微乎其微。身在美国的若干中国朋友，明明处于跟黑人相同的地位，心眼里却难以接纳黑人。一提起黑朋友，简直把头摇得好像啥时候害了摇头疯，那种不屑的表情能使人抽筋而死。真不能想象，如果中国人中11%是黑人或是印第安人的话，我们黄脸朋友不知道会发烧到多少度。不同省份尚且难以包容，更何况不同种族。种族歧视是一种完显性的观念，我们不必大惊小怪。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是，美国处理这种完显的方法。他们的方法可跟中国不同，中国的方法是讳疾忌医，兼家丑不可外扬。事实上这是原理，不是方法。真正的方法是一面阿血，一面双手捂住屁股号曰：俺可没害痔疮呀，谁要说俺害痔疮，谁就是别有居心兼适合居心。二居心是传统法宝，只要念念有词，记住这法宝，对手就在劫难逃，痔疮就豁然而愈。哎呀，我又漏了嘴，不是痔疮豁然而愈，而是自己就从有痔疮忽然间变成了没有痔疮。降冈区急行人所努力的只是捂住屁股，不是治疗痔疮。美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社会，强壮到可以自己调整自己，所以他的反应不是捂住屁股，而是到处嚷嚷：不得了了，痔疮发了，一天流8000加仑的血，要打听棺材的价钱了，闹得天下皆知，使人心惊肉跳。然后打针、吃药、开刀，把硬板凳换成沙发椅，把弯腰驼背改正为挺直脊梁。传播工具和文学上直接暴露种族歧视，正是闹得天下皆知，使人心惊肉跳。健康强壮的社会建立在人们健康强壮的心理上，他们有智慧尊重事实，有勇气承认错误，有能力加以改正。种族歧视是一桩事实，也是一桩错误。美国人正借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，寻觅妥善的解决之道。他们理性地采取种种步骤，使种族歧视慢慢减少，趋于根绝。摘自踩了他的尾巴，即天下之大先。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
以母国的语文作为最高级、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。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，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。留华学生白安里先生，意大利米兰人也，在台湾8年。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，讲中国话时，店员爱理不理，可是一讲英文，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，以致白安里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，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。呜呼，白安里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，故不仅店员如此，他如果到高阶层打转，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是微不可挡。今年，也就是1978年6月24日，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，一字不改，公抄于后。新闻曰：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，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。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·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，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见一位学生家长，却令他失望了。波老案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，可谓神来之笔，真的地佩服书。约翰·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，住在台北圆山饭店，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罗宇诊的家长，希望见面谈叙。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，由于时间耽搁，待罗宇诊的父亲罗明建收到信时，已过了约定时间，托尔也已回国。罗明建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。波老案好一个不合理。托尔校长于4月24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底华，在27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宇诊的家长，约定29日下午7时见面叙谈。结果这封信5月初才送达罗宇诊家里。罗明建指出，他收到信时，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，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，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，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，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。罗明建说，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，邮局上向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，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，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，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。台北邮局人员表示，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，以后决予改进。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嫌。这位可敬的罗明建先生，因未能及时觐见杨大人，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。邮局明明规定，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，罗明建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，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，照理呜呼，照理照的是啥理？一封英文信寄出，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？如是阳明就照寄，如是单音节就退回。有些华裔的美国人，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一直用的是 K.H. 孙，根本没有阳明。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？如果只看信封，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？这还不说，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，行也不行也；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，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，又是行也不行也。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，真不知错在哪里，误在何方，又拍胸脯保证改进，更不知哪里可改，啥地方可进。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，只是提醒一点，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、洋奴意识压力下，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，变得可憎。摘自按牌理出牌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种族歧视和集天下之大先这2个小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